观之道为实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疾病围绕在我们身边，可是大家知道有哪些治病方法吗？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，一枚硬币居然也可以起到治病的效果。硬币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，用硬币来代替刮痧板是一种很好的方法。因为体积较小，所以受力会更加集中。那么为什么用硬币刮痧可以帮助排毒、治疗慢性病呢？用硬币刮痧可以通过反复的摩擦皮肤，让皮肤出现红点，这样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。一般身体内有毒素都是血液循环不畅引起的，而刮痧就可以活血化瘀，帮助身体排毒。再者，用硬币刮的那些穴位都是和淤毒有关的，大家每天坚持用硬币来刮痧，就可以摆脱各种疾病的烦恼。在我们人体身上有很多不同的穴位，有些穴位能够帮助我们排毒，改善便秘的情况，我们就可以用硬币刮这些穴位。给大家推荐4个穴位，这4个穴位就能帮助身体排毒，它们就是大肠腧、小肠腧、气海、天枢。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具体操作。首先我们要找到这4个穴位的具体位置。大肠腧和小肠腧都在我们的腰背部，大肠腧在我们腰部的第4腰椎棘突下，旁边1.5寸，小肠腧就在股棘肌起始和臀大肌起始之间的位置，气海就位于我们肚脐眼下1寸半的位置，天枢就在我们肚脐左右3指的位置。我们找到穴位之后就要开始刮痧了，不过在此前一定要彻底清洁硬币。先刮背部的大肠腧和小肠腧，大家可以先涂抹一点刮痧油，然后用硬币从大肠腧到小肠腧由上至下的刮，直到皮肤开始泛红出痧为止。刮拭腹部肚脐周围的气海、天枢穴位，开始的时候也可以涂抹刮痧油，如果皮肤角质层厚的话，也可以不涂，直接来刮痧，由天枢刮到气海，从上至下直到出痧。多数人都会在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时，肌肉就容易出现紧缩，血液不通，从而出现疼痛。此时刮痧可以调节肌肉的收缩和舒张，使组织间压力得到调节，促进局部组织的血液循环，起到活血、去瘀生新的作用。刮痧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哪里痛就刮哪里，但是使用的力度要注意，一般以自己所能承受的最大痛觉为佳，这样可以提高局部组织的痛域。就是下次要感觉到这次的疼痛，就需要更大的受损才能感觉到不舒服，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就可以停止了。除了刮4个穴位之外，我们还可以针对不同的疾病来刮相应的部位，达到针对性的治疗效果。小关带大家来看一下常见的9种方法。胃口不好，方法是上下左右刮腹部。刮痧对五脏六腑的阴阳平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，如肠蠕动亢进者，在腹部处进行刮痧臂，可使蠕动亢进的肠道受到抑制而恢复正常。反之，肠蠕动功能减退者，则可促进其蠕动恢复正常。像脾胃虚寒，平时容易出现胃口不好、疲倦、吃不下、舌头比较白的人，可用硬币的边缘面在腹部自上而下，从左向右依次刮拭。胸闷，方法是上下刮胸肋，在胸肋的下半段上有气会疝中穴，刺激这个穴位可以宽胸理气。很多人在心情不好或劳累后会有胸闷气短的感觉，可用硬币自上而下缓慢刮拭下半段胸骨。此外，爱打嗝的人也可以经常刮拭这个部位。疏肝解郁，方法是刮胸肋。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导致整个身体机能的紊乱。中医认为，正常的情志活动依赖于气机的调畅，而肝脏能疏通气机，因此能调节情志。由于人体两侧的胁肋主要是肝经的分布区域，刮拭这个部位能疏肝解郁。
4. 精神不振。办法是硬币刮头部。头部是全身阳精汇聚的地方，特别是清晨起床后，如果感觉还是想睡懒觉，可以刮拭头部，振奋阳气，使人神清气爽。简单的方法是可以从头顶的百会穴为中心，向四周呈放射状刮拭，至头皮有热感。如果有疼痛点，可在此点上反复刮拭5到10次。5. 感冒。方法是背部脊柱两旁刮一刮。正常来说，感冒更多是由于寒气的入侵所致，而背部为太阳经走行的重要部位，特别是阳脉之海，走行于背部正中。如果能对此部位进行适当的刺激，能够对感冒起到很好的缓解预防作用。对背部的刮痧需要外人帮忙操作，被刮痧者可背部朝上躺下，让别人用硬币在脊柱的两旁由上往下刮，以自己身体能承受的最大时间次数为准。6. 行气通络。方法是刮手脚。女性和中老年人经常出现手脚冰凉的症状，中医认为这主要和机体阳气不足或气血运行不畅有关。进行刮痧理疗时，可先用硬币边缘面刮拭手掌，待手掌发热后，用硬币刮拭手指的四面，从根部到指尖，每个方向刮5至10次，能行气通络。7. 明目。方法是刮眼周，以硬币刮痧代替手指按揉，能对眼周穴位形成更有效的刺激。进行刮痧理疗时，先用硬币按睛明穴，然后以睛明穴为起点，外眼角为中点，分别从上眼眶和下眼眶2个方向刮拭，能改善眼睛周围的经络气血运行，缓解视疲劳、干涩。8. 缓解失眠。方法是刮脚底。失眠症患者可以在晚上临睡前刮拭脚底，有助于促进睡眠，缓解头痛。刮拭方法是先从脚掌到脚后跟方向全脚底刮拭，刮热后再用硬币刮拭脚心中央的涌泉穴。9. 活血舒筋。方法是刮颈部。如果你感到颈肩不适，可以给颈部刮痧。刮痧可以活血舒筋，改善颈部气血瘀滞的状态。对颈肩部进行刮痧理疗时，主要选择3条路线：及后发际中点向大椎穴，以及后发际2个外角上缘分别向左右肩部方向刮拭。另外，感冒时刮拭颈肩部还具有祛风解肌的效果。用硬币刮痧简洁方便，效果好，针对性强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，但同时也要注意下面这些事项，才能事半功倍。1. 时间不宜过长。每次治疗刮痧不应超过30到40分钟。初次治疗刮痧时间应适当缩短，体质弱或形体瘦弱者，总体刮痧时间应当少于20分钟。同一部位2次治疗刮痧时间应间隔5到7天。原则是皮肤无痧斑，被刮处用手轻触无痛感时，方可进行第2次治疗刮痧。2. 刮痧后喝水。出痧以后喝一杯温开水，最好是淡盐水或者淡糖水。人体在刮痧过程中损失了一些津液，喝盐水和糖水，一方面能够补充津液，另一方面还可以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促进体内废物的排出，从而加强刮痧的功效。另外，刮出痧30分钟内不要洗凉水澡。3. 不能受凉。刮痧应该在室内进行，而且要记得关上门窗，别被风吹。如果天气较热，也要避免风扇和空调，这样是为了避免身体受凉。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者、水肿的部位，硬币的手法比较特殊，即应该从下往上刮。4. 选择合适介质。刮痧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在身体上涂一些油或者其他东西，这其实是刮痧的介质。正确的选用介质会对刮痧效果有促进作用，如感冒解表用姜汁，风寒痹症的肌肉疼痛、酸胀等用祛风油，瘀阻经络的疼痛等用万花油。5. 注意清洁。不管是先用硬币还是刮痧板，在刮痧之前需要将其洗干净，用酒精消毒后再使用。6. 刮痧手法要正确。刮痧不能随意的来回刮，
而是要顺着动脉血液循环的方向刮。具体来说，应该是由上向下，由内向外，应单方向刮拭，尽可能拉长刮拭距离。刮痧部位也是有顺序的，总的原则是先头面，后手足，先腰背，后胸腹，先上肢，后下肢。最重要的是坚持，这一条是最重要的，不要指望刮一次就能好，症状越严重，需要的时间就越长。而且在严重的病情下，也不能单纯的指望刮痧按摩治疗，还需配合药物，谨遵医嘱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